参与我们的采访。请问你一开始为何想要接触到电脑？就是为什么想要碰到电脑？因为以前啊，我读书的时候，我学的就是资讯，所以我就是选择科系的时候就已经选到刚好是这个科系了，所以我就是一路走来，就是跟资讯有关的行业啦，还有教职的工作，都是会跟资讯有关系，是这样。那你一开始为什么想要选择资讯？其实我也不晓得我为什么要选择资讯，因为那时候就是我在学电脑的，我选的这个科系，那时候还就是市面上都不是很流行，资讯这个行业前面并不是很热门就对了，只是刚好就是读书的时候不小心其实填到了这个科系，那所以我就开始就是从事了这个科系是这样，然后我也觉得说从事电脑这个行业好像也是，因为我是女生嘛，我觉得比其他的感觉上这个是比较是静态的工作，所以我就觉得还蛮适合的，所以我就选择这个科系了。那你教我们电脑，你的就是感想或觉得我们怎么样？我觉得很好啊，我自己就是我其实教过比较大的孩子，也教过比较小的孩子。然后我教国小，我自己是觉得很好玩。然后我觉得，因为我很享受，我每次在给你们新东西的时候，你们就哇，好很开心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子，我很有成就感，所以我就一直想要给你们很多新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小朋友的反应啊，都是很直接。然后我其实蛮喜欢教高年级的，所以我觉得我在教你们的过程里面，其实我自己也是很享受那个氛围就对了，所以我就还蛮喜欢教你们的。那你觉得最有趣的软体或最好玩的东西是什么？在电脑里？我觉得 Scratch 最好玩，因为它变化很多，然后它又可以，它有参与到很多逻辑的部分，然后它还有很多都是跟写程式有关系，也很适合小朋友。然后我觉得每一次啊，我给你们这种小游戏的时候啊，然后我就会想办法去设计一些很好玩的游戏，让你们每一次看到这个游戏的时候，你们就会很兴奋。然后我也很喜欢你们在写程式那个过程很投入，这样子。而且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跟你自己的成绩好坏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你觉得自己觉得很有趣，你就会一直去想要写这个程式，然后去玩这个游戏。所以我觉得 Scratch 变化很多，而且呢，变化很多，然后又可以写程式，然后同学又很喜欢，所以我觉得 Scratch 是还不错。那你那时候读资讯科的时候，长大之后，你一开始的工作是什么？我一开始是程式设计师。那为什么一开始想要当程式设计师？因为我就是学资讯的资讯工程，所以我们的同学毕业几乎都是从事资讯，就是资讯工程，就软体工程师这个行业。所以一开始我也是做这个设计软体。对，也是设计软体，所以我就大概做了2年。做了2年之后啊，后来我又再跑去读书。那跑去读书之后，我还是就是参与的，还是跟那个软体工程有关系的一些工作啊，然后就是参与这样子一个计划啦。然后所以我后来在念研究所的时候也是一样，都是从事跟资讯有关。但是研究所毕业之后，刚好有一个机会，我可以来当老师。那我当老师之后，我觉得当老师也是还不错，因为其实说实在，那个程式设计师的工作真的是非常累。因为我光是做跟程式有关的工作，我其实也是做了很久，大概也有做了5、6年，是这样。那后来就从事教职之后，我的感觉上下班的时间都会比较固定，所以后来我就开始从事教职，是这样。那你之前设计程式都是设计哪一种程式啊？我设计的程式其实还蛮特别的，我设计的是中文输入法。中文输入法，例如说我们都是用注音输入法比较多嘛。那你有听过仓颉输入法吗？有听过仓颉输入，那有听过无虾米输入法、大一输入法吗？那我也无虾米。
好，那我以前就是做这个软体，那是在某一个特别的系统上面，我们就是做这个软体。那当然是在公司里面，我们这一组的很多人都是做这个中文输入法，然后我只是其中一个，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螺丝钉而已。啊，但是我就是做比较偏向这一类的。那后来呢，去读书的时候，我参与的计划就比较偏向公文，比较像是电子公文，就对，电子签名啊，电子公文啊，资讯安全啊，哦，都是这个方面的软体。那其实跟小学生的这个东西其实都没什么关系。那我其实是教了小学之后，我再去看小学生是需要是什么。那其实我是重新学习，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资讯工程嘛，所以我在重新学习的时候，我速度就会很快。然后我再把我自己的城市设计的这些逻辑啊，再带给你们，好，就一点一点这样带给你们，然后让你们也可以学到一点点跟那个城市有关系的架构这样子。那你会不会比如说有时候会被电脑吸住，就是就是有时候就不想离开电脑。会啊，就是以前我在做城市设计的时候，我们以前的工作都是责任制。责任制就是说，公司给你一个工作，那你就要开始做。那中间呢，你自己晚上做了很晚，也没有加班费，就是要把事情做完。但是可能这一段时间呢，可能1个月，或者是2个月，你要把这个事情做完，这种是属于责任制。所以常常就会半夜就突然就惊醒，就突然想起来，对了，我们应该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有时候你突然写程式就是这样子，所以写程式其实这个工作其实是很伤脑力的。然后所以可能就写一写啊，就突然想到什么，然后就会一直钻研下去，一直钻研下去之后就花了很多的时间，所以就会废寝忘食。好，会这样子，会。那就是当了老师之后啊，我的时间其实就因为小学生的东西对我来讲还是比较简单一点，尤其是就算是你们写的程式，对我来讲还是很简单。我只是想要，我有时候只是因为我想要设计很好玩的东西给你们，所以我可能就再花一点时间去想怎么去用一个什么游戏让你们喜欢这样子。所以我的游戏我自己是觉得啦，应该你们都蛮喜欢的。每次在玩的时候都会觉得哇好好玩哦，啊哇好好玩哦。我就蛮喜欢你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也会花很多时间去找你们喜欢的东西，然后我再重新设计过，然后再来适合你们这样子。所以也会花很多时间。谢谢你这么用心。那你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有趣的故事啊，就是我来中正国小的时候啊，那刚开始我是当那个资讯组长，那我当资讯组长，其实我的课其实就很少。然后后来呢，那时候校长就给我一个建议，就是呢要组一个叫做资讯小尖兵。好，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们其实很难忘，而且我觉得对学生也是很好，然后也我自己是觉得蛮有意义的，就对了。那校长就建议我说要组一群资讯小尖兵，那我觉得好像也是可以，所以我就利用那个午休的时间，那我就找了几个同学，那就大概找了大概10个左右这样，然后我每天中午都训练这一群小朋友。那我训练他们做什么？我训练他们修电脑。修电脑。对，而且呢，他们的年级就是5年级跟6年级。那我觉得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验。然后他们后来修电脑之后呢，他们还去教室去帮忙学校服务我们中正国小的老师，然后去帮我去换这个电脑或做简单的修缮。那这些学生啊，刚开始我也觉得说这样是很有意义。那就有几个小孩子现在已经毕业了，毕业之后他就是国中啦、高中啦。那其中有个小孩子就让我印象很深刻，好，就是他到了国中的时候啊，他们班上的电脑有问题，全部都他来维修。然后他呢，每一年的那个校庆的时候，他会回来找我。然后他的妈妈也会回来找我，再回来看我，然后来告诉我说，这个小孩子他就对电脑很有兴趣，是因为一开始他就是成为我的资讯小尖兵。好，所以我那2年其实我每年都有训练大概10几个学生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学校很多老师也是看到5年级跟6年级小朋友在这边修电脑，然后他们也觉得很有趣。
然后就会给他们糖果啦，给他们饮料啊，然后这些小孩也很有成就感，然后很多小朋友也因此就非常喜欢电脑，所以我就觉得，当然是被我选到的小朋友，我觉得他是非常幸运的啦，真的是很幸运。然后呢，他又可以花很多时间，每天中午啊都是跟我就是全部都是在做跟电脑有关的事情，还有我们现在啊这个桌上这个 MBOX 机器人啊，也是那一批的小朋友啊帮我组装的。好，就是我组装了一些东西，我就教他们组装，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帮我组装，所以我觉得那一批的小朋友他们也是很幸运。那当然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幸运啊，因为我也浪费他们很多午休的时间，然后他就跟着我一起在做那个电脑相关的东西，是这样。这个是让我印象很深刻，而且我觉得很有意义，也很有趣，很有趣的事情。那你有没有除了电脑以外，其他的专长或是想做的事情？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因为我现在都是从事教育的工作，所以呢，资讯刚好它是我的专长，那它也是我的兴趣。可是我一般我电脑我都不会拿来玩就对了，我大部分就是电脑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工具，我就会一直去使用它。那其他的可能就是我还是在教学上面，在教学上面还是我属于是我的比较专长，在教书的方面是我的专长。那其他的还有像自然啊、数学啊，像这样，那我自己其他什么运动啊、爬山啊这些兴趣我其实都没有，所以我就是还是都是跟教学有关的，这个是我的专长跟兴趣。那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